嗨，大家好，我是王自如，我要在 AI 领域重新创业了。退网这些年，时不时的就能收到朋友们的关心和问候，但是被问到最多的还是那3个字：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 Ziller？ 为什么会欠钱？为什么要在采访当中说虎狼之词？为什么要选一条这样的路？既然你已经点了进来，那不妨换个视角，我们一起用15分钟重走这段15年的旅程。试想一下，如果从下一秒开始，你就是我。2009年，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没有散去，香港的就业市场依旧是一片的狼藉。但比这更糟糕的消息是，你在这个时候毕业了。很多人跟你说，要不回家吧，像你这样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在这儿立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你投出的几百封简历也全都石沉大海。为了吃饭，你借遍了身边所有同学的钱。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下午，你收到了一家公司的电话，通知你竟然被录取了。虽然你连薪资待遇都没有听清楚，但是你却着急地用蹩脚的广东话告诉他，你愿意随时去上班。后来你才知道，原来当初申请这份工作的人有1500个，而那个唯一被录取的幸运儿是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站稳了脚跟，期间也接待了很多曾经劝你回老家的朋友。每天下班了之后，你也开始学着国外的一些博主做起了视频。那个时候你很年轻，即便每天2、3点钟睡觉，但是第二天依旧可以精神饱满的第一个到办公室。面对每天上涨的粉丝和热情的留言，你仿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和热情。所以第一次，你难以抑制地萌生了创业的冲动。虽然你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很快你还是辞去了咨询公司的工作，回到了深圳，创办了一家科技新媒体的公司，并给它取名叫 Ziller。 这是2012年。此时的你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每天仿佛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你们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你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很快的，你跟你的公司成了这个新兴行业的代名词。那个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利和美好，但很快你看到了残酷的现实。原来你们正走在一个全新行业的蛮荒当中，仿佛你们在无知无畏之下一头扎进了一片原始的丛林，没有指南针，没有地图，没有求生的工具，一切的一切都要靠你们去重新创造。你开始学习在不断犯错中去管理一家公司。为了更加持续的发展，你跟小伙伴们几乎尝试了所有的商业模式。而为了支撑这一切的探索和尝试，你开始引入外部的投资人。好在那几年在趋势的推动之下，你们的发展还算顺利。一晃9年的时间过去了，你再也不是那个青涩的少年，而是200多名员工的老板，是一家年入9位数公司的创始人。报道你的人开始多了，恭维你的人也开始多了，当然骂你的人也越来越多。你的生活开始变得复杂，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更愿意去怀念刚刚创业的日子，怀念那种单纯、意气风发、不顾所以的感觉。到了而立之年，跟站在镜头前面相比，你更愿意跟内心的自己说话。因为9年的时间，让你深刻地意识到，其实你所有的成长都来自于趋势的托举。倘若没有大事，你所有的努力不值一提。9年的时间也让你认识到，能够走出蛮荒真的是你的幸运。以20多岁的你，阶层、阅历、视野和性格都是你终将无法突破的局限。所以即便再来一次，你所走过的冲动、轻狂和无知都必将要再走一次。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响了，是你的朋友，他曾几乎跟你同时间开始创业，现在他告诉你他已经把公司关了，想转行，索性进个大厂。
但是信息的结尾，他还是没有忘了要鼓励你坚持下去。那几年也时不时就会收到这样的消息，这让你真切感受到，或许时代真的变了，是不是在消费互联网的天地里，真的不再有属于你的机会？没错，你是很庆幸你当初义无反顾的投入，竟然收到了如此丰厚的回报，甚至只要你愿意，你现在依旧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是你真的愿意看到70岁还拿着手机坐在镜头前的自己？于是你终于问出了那个问题：互联网的下半场在哪里？你人生的下半场又在哪里？此时的你经过了多年的商业历练，已经能够清晰地分辨出什么叫做机会，什么叫属于你的机会。你开始思考，如果说曾经给消费者插上网线以后，带来了消费互联网30年的繁荣，那么如果给企业也插上网线，这个进程又会持续多久？又能诞生出多少机会？你把这样的想法分享给了前辈和同行们，他们告诉你这个方向绝对没错。于是你又开始按耐不住自己的兴奋，但是你也知道，站在2019年，产业互联网的机会还远不属于你。但是再一次的，你不可抑制地萌生出来了一个新的想法，你在想有没有机会进入到一家核心的企业，最好能够担任核心的岗位，并参与核心的决策。你想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去验证自己对于产业互联网的判断，因为这真的关系到你未来30年人生方向的选择。当然，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是一个绝对理想化的标准，也是极为苛刻的标准。所以此刻的你像极了站在橱窗边的孩子，经常望着自己那双心爱的球鞋，但是每一次经过的时候，你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因为你知道，要么等到你某一天长大，要么或许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穿上它。2020年，当格力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几乎跟所有人一样始料未及，但是你很快意识到，它完美匹配了所有的要素，是你不可错过的重要机遇。似乎突然间，你终于有机会穿上那双球鞋，去打一场顶级的比赛。你难掩内心的兴奋，但是你犹豫了，因为你知道这条路会异常的艰难，你知道这条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你知道这或许意味着你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甚至让你10年的个人积累瞬间蒸发。因为现在的你不再是10年前那个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家伙，你要顾虑你的投资人、你的家人、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员工等等等等。此刻的你已经有了太多的羁绊。起初每谈起这件事儿，你总是故意装作云淡风轻，但是每个人都听出了你言语中的跃跃欲试，除了你自己。终于在8个月后的某一天，你决定不再欺骗自己，正面的去迎接自己内心的呼唤。你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说，如果一定要迈出这一步，那就是现在吧，趁自己30岁，趁一切都还来得及。股东会通过了你离职的决议，你转让了自己名下的股份，缴纳了税款，还了贷款，卖了车子，卖了房子，给员工发了遣散费，留了一些钱继续给公司运作。一个人背着包重新踏上了新的征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你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个异类，你脱去了所有带 logo 的衣服，戴起了工牌，改掉了过去说话爱夹杂英文的毛病，拿起了茶杯。你知道，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你只有活下去，你要做的一切才有可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新疆到福建，你带着团队走了无数的城市、县城和乡镇。为了保守商业秘密，不受干扰，你决定退网，屏蔽一切外部界的信息。你用几年的时间，几乎重塑了从销售、仓储、物流、终端到售后的一整个销售体系。那几年，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去工作的。因为你知道音乐随时都可能会停止，你知道你落下的每一刻，早晚都一定要读。
但是你希望的是，当你离开的时候，至少能够在这留下些什么。很多次看着渐渐花白的双鬓，你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这一切真的值吗？值，因为你终于看到了最真实的产业现状，你也由衷敬佩那些在实体产业当中深耕了一辈子的人们，同时庆幸自己再一次验证了对于产业互联网最初的想法。这里确实孕育着几乎无限的机会。然而正当你想把最新的 AI 技术融入到所有的构想当中时，中场的哨声响了，你知道该回去补课了。你带着些许的遗憾走出了赛场，你遗憾的是比赛的戛然而止，你还有很多的灵感没有来得及实现，你遗憾的是如果当初走的时候能够再考虑的全面一点，会不会更好？此刻的你走到了人生最糟糕的时候，在很多人眼中你是全网群嘲的笑话，关心你的人纷纷担心你是不是会真的消沉下去，一蹶不振，而只有你自己能感受到内心的火热，甚至那种力量从未如此强大。因为你比任何时候都知道未来要走向何方，因为你再一次看到了当你拥有热爱的时候，你会爆发出怎样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此刻的你已经穿上了那双心爱的球鞋，你知道你一定会穿着它走向更刺激的战场。也只有你知道，这些才是寒风当中永远带走不了的能量。嘿，一切都还来得及，对吗？于是乎，你开始像一个经过严苛训练的战士，在寒风当中用颤抖的双手精密地计算着你所有的概率和可能。你知道，此刻饥肠辘辘的你最需要的是吃饱饭，所以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活下去，你必须做回曾经的那个手艺人，用自己讲故事的手艺去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把你在互联网、AI、实体产业和消费电子所有的灵感和认知讲给那些跟你一样关心它的人听。你知道，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抵达未来全新的赛场，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用自己的 AI 的产品和技术去服务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而也只有这个战场，才是你付出一切努力代价的原因。只有这个赛场，才是你人生加权求和的结果。也只有这个赛场，会让过往的一切都变得值得。就这样，在寒风当中，你度过了自己37周岁的生日。在吹灭蜡烛的一瞬间，你仿佛再次听到了比赛开场的哨声。你知道，现在你必须比别人更早的抵达赛场，你才有机会。只不过跟过往不同，这次要比赛的人是你自己。好了，以上就是我过去15年每次站在大大小小节点的时候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我想你肯定有跟我不一样的选择，甚至可能完全不认同我的选择。我之所以用很感性的方式讲出来，并不是想博得同情，甚至是所谓的洗白，我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每一次站在抉择面前，我真的有认真的去思考，有努力的去选择，每一次也都心甘情愿的付出了代价，也都心甘情愿的承受了所有的结果。我当然做不到让每个人都认同，但是我想我至少可以做到不抱怨。我也做不到步步为营，但是我至少可以让自己别那么轻易的放弃。如果真的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我想可能看工资条真的不那么重要吧。至于其他问题的答案嘛，可能在上面的讲述里面你也会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又成为全网群嘲的对象啊？觉得你故作煽情、娇柔造作，这个可能要靠网友自己评判了。But anyway， 我真的认为 AI 这件事确实会催生出把所有的行业都重做一遍的机会。如果你严肃的仔细想想，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属于我的机会，也一定有属于你的机会。
所以未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 AI 的内容创业。坦白来讲，因为这件事儿确实来钱快，资源整合的也快。我当然会在所有的方向当中选择高度聚焦 AI 的应用方向，比如说跟消费电子的结合，跟产业的结合，甚至是跟服务的结合，来为第二件事情的启动去做充足的准备。那第二件事儿就是如何用 AI 的技术去帮助传统产业加速完成数字化的转型。具体的形式和启动时间呢，我暂时还不能讲得太多。但是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我认为这件事儿才是我之前所有人生加权求和的结果。最后，我想对董总和雷总说两句话。谢谢二位前辈，在不同的时间点，以不同的形式给予我巨大的鼓励和帮助，让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的时候，依旧能够有勇气去怀揣理想。第二，我想感谢所有曾经支持过我的投资人，谢谢你们用真金白银帮助 Ziller 度过了那个最原始的蛮荒期。很快，我们就会去着手解决所有的营业问题。感谢在 Ziller 的小伙伴，谢谢你们的坚韧和不离不弃，也感谢科技圈的所有同仁，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愿意在我身处低谷的时候伸引援手，让我还能感受到退网多年自己仍有余温。最后的最后，感谢格力项目组的小伙伴，还有总部和渠道的所有同仁，谢谢大家在过去几年对我的包容和支持。最后的最后的最后，还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讲，那就请大家留意我们的最新社交媒体的动态，我期待在直播间里边能够继续跟大家聊聊心里话。OK， peace。不对，应该错了，应该是这样，是不是？peace。